欢迎来到黑卡 K 全新的恋爱节目，我们邀请了3男3女，通过不同的游戏和约会，看看能不能擦出恋爱的火花。我不喜欢他们，她是个渣女，然后当下是有点生气啦。压力是真的在男生的身上。哇，这样写得很花心。可以选择2个人吗？欢迎收看 Kaki or Love。第一轮，你们会在看不到彼此的情况下聊天，并根据性格选择你最感兴趣的人。现在可以请你们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1号。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但是我同时又很抽象。我喜欢黄金，我平时也很独立，从小就会赚钱。我爱花钱，我爱赚钱，我也喜欢旅游和健身。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兔。我现在是准备好要谈恋爱的，就一直是想谈的，但是每次我喜欢的人都不会喜欢我。我个人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很多 red flag 的，我是比较自我的一个人。我很强势，然后我很有主见。我觉得很多男的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嗨，我是2号，就是热情但很有边界感。我的兴趣的话是跳舞，还有读故事书，还有听 podcast。嗨，我是 Eki， 我现在单身5年了。我的爱情观念是，除非这个男生来到我的世界，可以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好，不然的话，其实单身也蛮好的。所以今天其实算是来交朋友吧。你好，我是3号，我思想比较开放。朋友说我蛮体贴，我喜欢跑步。最近我刚跑了10公里，然后我也很喜欢烘焙，我很喜欢就是做蛋糕、做 brownie、做塔。Hello， 我是 Claire， 我单身8个月了。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个期间。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要谈恋爱，可是如果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人，可以一起成长，其实也不错的。大家好，我是1号。我自己觉得我是很佛性的一个人，就是我很ending 很 chill 的一个人。晚上我会比较敏感，晚上就会回想就是一整天发生的事情。我也喜欢做饭，然后我还喜欢旅游。然后我最喜欢的是玩电子游戏。你好，我是 Jensen 嘉瑞。我没有 expectation， 我真的就是以一个很来玩来 enjoy 的这个感觉来的。如果有真的可以遇到一个人的话，那很棒。大家好，我是2号，我对事业比较有上进心，然后也是一个很孝顺的一个儿子，有点颜值，没有腹肌，能下厨房，能蹦迪。我喜欢煮饭，喜欢画画，喜欢去露营。大家好，我是 Keith。我外表虽然有时候会看起来像渣男啊、阿明啊，但是我实际上我本身不是，你知道吗？我是很会照顾家庭的一个人，我又会煮饭。新年每一年都是我在煮饭 ，OK？ 我想上这个 dating show 是因为我单身太久了，每一个机会就是一个机会，不可以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家好，我是3号。我觉得我个性比较外向、活泼，也有点小幽默，但是我是可以很 introspective， 就是晚上我会想很多东西。早上我像综艺咖，就晚上呢就像哲学家哦，有吗？可是深夜来的话，变成冒险家啊！对，我喜欢日本漫画，我喜欢古着，我喜欢长跑跟看足球。我是 Isaac 一帆，这8年来，我就是很专注在事业上，是时候了，去交一些新的朋友，擦出一些新的火花。我想问，1号跟2号谁认识？Sakada Gindoki。あ、銀玉。銀玉のキャラ。はい。哦，あなたは何の名前？我是3号。はい。他是3号。1号、2号，你让我失望。日本語わかります。わかります。銀玉は見えなかった。はい。すみません。Toyota Suzuki。我说过我是个很搞笑抽象的人，刚好有一个日本动漫叫《银魂》，它也是个很搞笑、很抽象的。就我觉得喜欢看这个动漫的人，就同样的幽默有趣的人。那我就听，哎，那个是动漫角色的名字，所以我就銀玉のキャラ。
它是算是大众的一个动漫，但是说在新加坡蛮少人会去接触到，所以如果你不跟流行文化的趋势，你是有点看不懂他们的笑话，所以不简单，不简单。看银魂的人 ，Gintama 以外的动漫或者是漫画，你是最喜欢哪一部？卡在都 Hitoma Reborn。哦，对，最近就是他们要翻做它re-release。我看了3次了。你们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我的优点是我很独立，然后很有事业心。那我的缺点也是消费会很高，我喜欢买黄金。最近就是很喜欢买那种 charms 啊，就是为了防止我给男人花钱，我会先给自己买黄金。我喜欢做那种医美啊，那种 Pico Laser、Pico Shell、Onda Pro 啊这些的，这些都是很需要开销的。其实它是按一个 package 来算的吧，应该每个月有2000到3000这样子。其实我从来没有花过男的钱。我能花就能挣，也是有女生说，哎，你这样子就是很难找到男朋友，男生觉得你花很多钱，那是他没有用，他觉得我花太多钱，那就代表他配不上我。他喜欢花钱，我就 label 他 as China level high sex。那个喜欢钱、喜欢金，我就来，银行卡不够钱，你要买了。他说他喜欢黄金，真的印象很深刻。他还有买金耶。所以他应该是很有钱的一个人。我的优点的话，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我会用理性去整理我的感性。然后缺点的话，可能就是想太多，就是晚上会想一些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呀，有的没的。我是人生体验型，所以我想找的伴侣是可以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然后一起去探索跟体验这个世界的人。那你觉得你目前人生最棒的体验是什么？哇，好棒的问题哦！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比较能让我真的去体会这世界的一个职业，那份工作让我学到非常非常多，所以最棒的体验就是当了8年的空姐。然后那8年里面体验过很多，飞了很多不同国家嘛，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遇见过不同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体验。其实我对2号也蛮有好感的，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形容和我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一个理性但是又感性的人啊。我觉得哇，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晚上就是会想很多的人。他说人生不需要那么大的目标，但是我只想体验。这个是我刚到30岁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触。也许把每个东西看得比较淡一点，把它当成一种体验会比较轻松。因为不能够透露太多关于职业的东西，他说的很委婉，所以我可能还需要再跟他去问一遍这个问题。我的优点，我觉得我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在 relationship 我很不喜欢争吵。缺点的话 ，I over accommodate sometimes，有时到一个部分就可能就失去一种自我，所以这个是我正在学的一个lesson。我的优点就是我很细心和体贴，我应该可以关注到你情绪上面的变化。然后缺点应该就是我是水瓶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情绪可以转变得非常的快，所以我很怕有的时候我会有需要独处的时间，那可能你的心情也不好，我没有办法100%去照顾到。我的前任都是水瓶座的，刚好我的前任是水瓶座，然后我们都会相处的像 bro， 刚好就是跟水瓶座可能比较有 vibe， 就是我们都是比较神经的一类人。其实我有点冷掉，因为他是水瓶座的。我是一个其实会看星座的人，然后我觉得天蝎座跟水瓶座其实不是很搭，因为水瓶座有点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一种人。当然我不想要 generalize， 所以还是要 KIV 一下。我们讲优点的话，喜欢煮饭，你不会饿，不用怕。我是蛮照顾人的一个人。但是不是在嘴巴上吧？我这个嘴巴上的功夫有一点烂，比较适合是用行动上
来表达我的爱意啊。我可能看风水能看八字，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节啊，能帮你去过这个节。哦，我想说我会读塔罗牌。我是3号。啊，你好，3号。我会看 MBTI，我是 INTJ。我会看脸，我会看星座。缺点的话，因为我工作方面比较忙，能陪的时间都大概是傍晚到晚上，白天就比较忙。我想问2号，因为你很爱家人，对吗？对，然后你很注重就是家庭，你有没有要求你以后的老婆生孩子？生孩子这方面我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需求吧，但是有就好吧，没有就养猫吧。哦，可以接受领养孩子吗？领养孩子我是能接受，如果我这个女生她是有孩子，我也能接受。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毕竟有时候年少犯错吧。答得很好，我以为他会说他要孩子，他要老婆生孩子，所以我是准备打岔的。其实，可是他答案真的答得太好了，我觉得他的答案会有加分，因为很少男生会考虑到就是可能老婆或者女朋友要不要生孩子，他们只会想我要孩子，而且他说他要养猫，我很喜欢养猫，猫是超级大的加分。没有，他讲猫之前我就画出来了。优点的话，我不容易生气，也很感性，很有同理心，很 empathetic。但是我觉得我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如果争吵方面的东西，我会很理性。我就是不喜欢睡觉前就是还在吵架，我一定要把它说清楚。所以你不可以等到明天。对，不可以等到明天，一定要说。我是可以先道歉，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还是要沟通，就是要 AAR。他一讲他有同理心，不会吵架，女孩子最喜欢的。After action， 对，这个after care 超加分。其实我真的有写下来，我要一个有同理心的人，所以3号的答案就蛮吸引我。我觉得3号他提到了一些green flags， 就像是 AAR， 在我之前的一段关系，我就是那个每天晚上想要做 AAR 的那一位，对，但只是前男友的沟通能力不太好。我会想要在睡前做 analysis report， 对，因为我如果不把事情讲好的话，我也是那种会睡不着的人。请形容你们的理想型。我本身蛮高，所以我理想男生的高度180 cm， 可是我可以接受。谁在叹气？谁在叹气？最少 I think 175，因为我就是想我的partner就是高过我嘛，有肌肉可以给我摇。巴固爹可以吗？全部都是喜欢健身。然后你看住我，我是巴固爹，我是3战几几功夫跨别组啦，就是说，你不要看我瘦瘦的，功夫看不透，我是比较偏苗条一点，所以我在那边看，哎呀，没机会了啦。你平时会去健身房吗？我不会健身，可是我会跑步。你跑过最长的公里是多少就最近10公里。？10公里是这样 ，OK， cool。理想型的话，外貌高，比我高啦，比我高，多高？多高呀？也是175以上啊，因为我不矮，对。首先我的身材曼妙，所以我希望我的对象也是健身的，然后训练痕迹明显，身高也是175以上。他们3个都，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高，女2号高，第3号也是高对，有点中招的，you know， 我觉得 OK， 我觉得是 OK 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will never look down on them。外形的话，我喜欢就是鼻子比较挺的，如果大腿比较粗的，哇 ，even better。那个是 bonus， yeah， you know， 比较有运动型。运动型。对对对。说什么喜欢女生大腿比较粗啊，什么这种，你还在挑上了的那种感觉。如果10分为满分，你给你自己的建模打几分 ？On a good day， 我觉得可能 you know like 7 out of 10， 可以高一点啦。对，天气冷可能比较缩水，可是
Yeah, but I think generally I think 7分。我给他一个9分。哦，哇，thanks 那么对啊，我们都给他9分。没有7分，等一下你们在外面等我。我对男生的打分其实没有很大的期望，因为男生都很自信的嘛。他们2分可能会打10分呢，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狐狸精的类型，也是。就是那个眼睛比较没有狐狸一点就可以了。哦，就是上一对，条的。就是总之你会画那个 eyeliner 就可以了，就是要能勾引到我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都能勾引到那种。你确定爸爸妈妈会喜欢狐狸精？可以的。我比较喜欢性感。御姐吧。哦，我喜欢姐姐，就是那个感觉啦。我最符合2号的理想型，因为他说他喜欢姐姐，我其实蛮喜欢姐弟恋的。然后他说他喜欢什么画 eyeliner 那个 fox eye， 刚才他们2个不是看着我，哎 ，Claire 不是画了。我以前喜欢甜美型的，像王心凌这样。可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只要让我看起来很舒服，他是一个可以看出他很自信的人就好。我希望是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很自信。然后性格方面，我希望他很独立，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好。可是我们分开的时候，你不会非常依赖彼此。你觉得我们人为什么要谈恋爱？我也是一直在思考，谈恋爱这个本身这个需求是人真的需要的吗？就是所以我在想，恋爱关系更多注重的是生理上的需求，还是心理上的需求？我也在寻找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没有去跟你的好兄弟恋爱呢？我没有跟好兄弟恋爱，就是因为我不懂，我就觉得这个界限很不清晰。对，如果说是只能跟一个人一辈子这样子的关系，那我觉得不一定是非要以恋爱的形式。他的回答挺诚实的，他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也是我常问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也还在探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挺加分的。经过几轮的回答之后，现在请选择一位你最感兴趣的异性投票。跟着感觉走。OK，纠结了一下，不知道要选1号或3号。然后我觉得3号说英文的腔调蛮好听的，但1号有问我问题，然后我觉得他回答的也不错，听起来比较低调跟沉稳一点，所以就选了1号。我选择他，因为他说他喜欢煮饭，我对喜欢煮饭的人很有兴趣。我问他要不要老婆生孩子，他的答案蛮吸引我。你看我写的，我没有什么 message 给你。我选3号的原因就是，我问1号跟2号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回答出我喜欢的角色。然后刚好3号又回答出了，然后他也看过我看过3遍的家庭教师，加上2号有确认他的建模有9分，我很期待他自打的7分的建模。现在第一个环节过后，我就选1号。我的最后的选择是1号。我就选了1号，因为1号刚刚有说到他喜欢看动漫，所以我写了我们可以一起 discuss manga、anime 还有日本文化。我其实很想选2号，我的最后的选择是1号，因为我觉得他说话很有自信，我很想要了解他的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选这位是因为比起其他人，我讲话比较少。就是私人空间的时候，我讲话比较少，所以我就选这位。希望你喜欢我为你画的画。现在我们将会揭晓你们的外貌和身份，你们可以再次选择你最感兴趣的人。3、2、1。哦。就我们猜到 Yes. You guessed right. You guessed right. Your guess you are who? Yeah. 幕布掉下来的时候，看到其他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居然猜对了是谁。我们第一个环节过后，我跟 Jensen 在讨论的，在外面讨论，那个女一好像很熟悉，她是谁？是不是那个女生？
我们就猜出是他。看到女生的时候，然后我跟 Keith 讲，哇，现在我更紧张，哇，3个都是美女，耶，3个都是美女。刻灯掉，我看到中间，哎，sister 你好，看1号哦，你喜欢钱，看出这个啊，你是那个 Derek 卡的，都看起来不错，但是一个是朋友，就只能看从2个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了吧？我觉得他们外貌、外形、身材方面，都没有达到我标准。看到3号之后，会给他打几分？我觉得没有7分啊，我会给他2分吧。首先，我是一个做自媒体的人，我是一个在行业里面会见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他肯定有他各方面的优点，他肯定在他某些方面他有自己的7分，但是在我看来，他不是我的类型啊。其实我觉得我符合他们的理想型，但不是他们符合我的理想型。我其实觉得1号最帅，其实他们3个都蛮帅的。然后我喜欢2号的 style， 然后我也喜欢他的纹身。声音听起来我是觉得3号会比较矮，然后我第6感就是蛮准的。大家好，我叫妮妮特，今年25岁，我职业就是艺术从业者。做什么艺术的？我拍视频的。嗨，我的名字叫 Eki， 我今年33岁。然后我是室内设计师。Hello， 我是 Claire， 今年30岁，我是厨师。我是 Jensen 嘉瑞，然后我是30岁，媒体工作者，就很多方面的。你好，我是 Keith， 我是24岁，我是个纹身师。我是 Isaac 一帆，我是古着店的创办者。我今年34岁。对。What's that reaction？ 看不出吗？因为看不出，看不出。那现在男生可以把手中的玫瑰花交给你最感兴趣的女生。OK， 因为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我觉得他很有自信，所以我很想知道他的自信来源是什么。从你说话的方式还有内容，都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对自己有信心。我觉得这一点很好。我觉得我需要忠于我第1轮的选择。2号她的形象有吸引到我，我觉得她很漂亮，但是我因为结合第1轮，我对于1号的好奇，还有我觉得她的那个自信是更吸引我的。我觉得还是性格比较重要。对，因为我本身话比较少，所以你讲话是蛮直接 ，and 比较少一点就比较 appreciate that。如果我给了1号，然后我放给2号还是3号，现在人家不会讲我是一个很 superficial 的人吗？我不是这么 superficial 的人 ，OK， 我是看内心的。那我是对，我觉得是动漫啊、术语，我这方面我蛮感兴趣。是。我的头上写一个 Help Me。2号的外表是接近我的理想型，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他，就是还没有太了解他是谁，就是不能以一个外表就去判断说，这个是我的 the one。Sometimes 你是要看他人格啊、性格等等。我其实很受宠若惊哦，真的是不知道我要怎么 react。就是 help me， 别紧张，别紧张。我觉得说一句实话，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也是看脸的，不要讲那什么看性格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看我的外在条件而选择我，当然他们不知道我的性格到底有多差。我有预想到妮妮是会有最多票的，她性格很有趣，然后她人也蛮优雅的，我觉得。女生可以把手中的玫瑰花交给你最感兴趣的男生。谢谢。我喜欢他的口音。第1轮是投给3号，为什么改变票？不是我的类型了，这个。因为1号他也是做自媒体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继续了解一下。有对任何人的外表感兴趣吗？外表方面吗？你要说实话吗？对邻人有感觉。因为只有你年纪比我大。damn。在一起。我不是那种太看外貌的人，我觉得我的男朋友不一定要帅，
但看着舒服就好。我觉得1号的职业跟我想交的男朋友的职业有点不一样，因为他应该是从事偏媒体方面的工作，我还是会偏喜欢比较知性啊，然后有一种专业的男生，像是科学家。因为3号的话，只有3号年纪比我大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他身上可能可以跟他学到一些东西，还有他的外貌也不错，所以就选了他，而不是1号。除了身高，这可以说吗 ？Everyone has his pros and cons。这个可怜的啊。我喜欢你的 style。哦，thank you，thank you，谢谢。我在那边想，你是不是可怜我呢？但是我还记得哦，他说他喜欢纹身哦，有可能是因为我有纹身。我其实觉得1号最帅，Jensen。那你为什么没有把票投给1号？因为到了我，只有2号没有花。把你其实最想要投的是1号。对。现在你最感兴趣的人是谁？最感兴趣的可能1号吧，就觉得他帅，想跟他聊多一点。我想要多了解一下2号的内心世界，但是我也很好奇1号，就是哇，这样写的很花心。最感兴趣的话，应该就是3号了吧？跟2号跟3号闲聊的时候，其实也是不错，蛮健谈的。胜负是看下一个环节。Yes sir。你的 body count 是多少？100个。我下个月要参加前任的婚礼了。其实我的合伙人是我的前女友。对，我能喜欢上1个已经很不错了。想要来玩我们的感情，她是个渣女。哎，要 kiss 谁的啊？你们亲了啊？我觉得我眼眶有泛泪。我听你解释，我的错，我的错。